聋哑女孩玩手机时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儿，明明家里没有别人，可桌上的声控玩具却动个不停。此时的她根本不知道，变态杀人魔已经在身后潜伏了半个小时。见女孩有所察觉，她拎起斧子就冲了上去。趁男人把斧子的间隙，女孩赶紧把自己锁进卧室，再用柜子挡住房门，接着拿起手机求救。可没想到，母亲却在这时发来了短信。女孩彻底慌了，她想要开门救母亲，可随后又意识到不对，母亲平时都是喊她女儿，这次却叫了她小美。果然，短信是变态用母亲手机发的。拉扯中，男人手滑被甩了出去。小美立马关紧房门，现在能活命的办法只有跳窗，因为变态已经用斧子开始劈门。可就在跳下的瞬间，变态破门而入，并且抓住了她的头发。而变态杀人魔之所以盯上她，仅仅是因为一双高跟鞋。不久前，小美走在下班的路上，胡同里突然飞出来一只鞋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紧接着又是一只。懵逼的她想要看看怎么回事，可刚蹲下，一个女孩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，满含热泪的抓住了她的手。看着女孩腹部的伤口，小美知道她是在求救，她想找人帮忙，可这一切都是杀人魔的陷阱。잘 봐. 얘는 너 때문에 죽는 거야. 너 때문에 빨려. 就在他举起斧子要砍小美时，受伤的女孩撞开了男人。小美趁机逃走，看着远处等待她的聋哑母亲，她不想将其牵连进来，果断朝着反方向跑。可惜在这即将拆迁的居民区，深更半夜的遇不到一个人，小美只能跑进地下车库，想要开车甩开身后的变态。可作为聋哑人，完全忘了脚步声会暴露位置，并且想要走安全通道的意图十分明显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门终于开了，但也没完全打开。好在小美凭借着瘦弱的身体钻了出来。杀人魔终究是晚了一步，但小美还是低估了他。她以为上车就能暂时安全，却没想到杀人魔经常游荡在这片区域，对每个女孩的车型以及车牌都十分清楚。此时的小美还在和母亲无声通电话，车内的拾音器却在不断闪烁，这就意味着车内有其他声音。너 입구멍이 아니라 귓구멍을 막혔구나. 看着小美母亲发来的关切信息，男人命令小美开车去找他，但母亲是小美的逆鳞，触之必死。他不要命的踩。在即将撞上的瞬间又突然刹车，依靠急停惯性将变态甩到了前面，然后趁机逃跑。新一轮的追逐再次展开，小美好几次都险些被抓到，好在上天终于眷顾了她一回。之前女孩扔的高跟鞋将变态绊倒，这才拉开了一段距离。小美终于跑到了母亲身边，可并没有就此停下，而是径直冲向电线杆，按响了上面的报警装置。警报响起，监控探头也开始工作。警方在广播里询问小美的情况，而一般杀人犯看到这一幕便会溜之大吉，而作为变态的他偏偏要反着来。他先是把之前巷子里的女孩拖到车里，接着脱下伪装的衣服，不一会儿就以另一个形象出现在了小美面前。 여기요? 죄송한데 말 좀 묻겠습니다. 아니 제가 여동생을 좀 찾고 있거든요. 小美能够看懂唇语，通过男人的描述，她知道对方找的就是巷子里的那个女孩。看着小美在手机上写道：“你的妹妹受了很严重的伤。”杀人魔表现得焦急万分，甚至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而这种表现成功让小美放下了戒心，并同意带路去找女孩。她和妈妈走在前面，杀人魔则在后面长出一口气。就在他以为马上就能手刃了母女时，警察突然赶到了。 原来刚刚询问情况的时候，小美和母亲都不会说话，导致警方以为是设备出了问题。这次来就是检测维修的。可巷子里的女孩已经被杀人魔转移，警察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并且地下车库的监控被毛孩子抬高，根本没有拍到杀人魔的身影。现在只能把他们三人带回警局做笔录。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，受伤女孩的亲哥哥竟然也来到警局报案。他拿着妹妹的照片给在场的人看，可偏偏要轮到小美时，一个酒鬼突然跑进来闹事，趁着警察处理醉汉，杀人魔彻底不装了。 아, 진짜 비싼데. 새끼가 나야, 네 동생 쓰신 놈. 어? 사람 잘못 봤어.
是的，作为保安大队长的哥哥绝不是吃素的，一脚暴击成功挣脱男人，接着又是一顿重拳，杀人魔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而母女俩则趁机去外面找支援，强行将抽烟的2个警察推进了大厅。然而这时杀人魔又开始演戏了，他假装成受害者，说哥哥是恐怖分子，想要他的命。警察听后直接用电击枪制服了哥哥。杀人魔表示自己的妹妹已经回家了，那个受害者不是他要找的人，他想要离开去找妹妹。看着浑身发抖的脆弱男子，警察想都没想就同意了，甚至连笔录都省了，因为他们害怕领导追究起这件事，以免自己受到处分。而当躲在外面的母女俩看到杀人魔走出来，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害怕的搀扶着往后退。好在这时一个警察也跟了出来，他先是给男人点了根烟，还说了些抱歉的话。这温馨的一幕彻底把母女俩看傻了，他们着急的想要让警察抓住罪犯，可越着急就越表达不清楚，最终只能看着杀人魔潇洒离去。警局里面，直到听完哥哥的解释，这俩蠢货才幡然醒悟。可已经为时已晚，他们把母女俩送回了家。而也正是在这天晚上，杀人魔趁着母亲外出，偷偷溜进小美的房间，这才有了影片开头的那一幕。此时小美被杀人魔抓住头发，头皮被撕扯的剧痛让小美萌生了一股狠劲，她想拉着对方同归于尽。杀人魔见状只能松手，而小美刚好摔在了堆积的纸箱上，身体并无大碍，可由于太过紧张，跑着跑着竟然跑进了死胡同。好在她之前给女孩的哥哥发过短信，他也很及时的赶了过来，并随手举起旁边的自行车，打算把杀人魔砸个稀巴烂。杀人魔自知不是他的对手，于是便用刀指向自己的脖子，还说我死了，你就永远别想知道你妹妹的下落。他给了哥哥2个选择，一是告诉他妹妹的所在地，但必须现在就得前往；二是救下小美，然后彻底失去自己的妹妹。没办法，在亲人和萍水相逢之间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。他向小美说了句对不起，然后便朝着妹妹的位置跑去。小美彻底崩溃，可除了哭她什么都干不了。杀人魔用椅子将她按在地上，正要将人活剥了的时候，刚才离去的哥哥突然打来电话，因为杀人魔给的地址是假的。趁着杀人魔嘲笑对方时，小美抓起地上的沙子扬在了杀人魔脸上，为自己争取了一线生机。可就在逃亡途中，路边的车上竟然滚下来一个人，他大声的呼救。小美看清了她就是之前受伤的女孩，身后的杀人魔即将追来，本可以一走了之的小美还是拖着女孩躲进了胡同里，并将自己的手机交给她，让她立马报警。随后便拿着女孩防身的匕首，以自己为诱饵，把杀人魔引到了人潮汹涌的街道上。他比划着手势向路人求救，可一个聋哑女孩拿着凶器，怎么看都像是精神不正常的疯子，根本就没有人敢上前。杀人魔见状笑得格外开心，随后他装作很悲伤地告诉众人，我妹妹患有精神病，请大家不要害怕，把她交给我就可以了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。这下小美彻底绝望，她说她不想死，她还没有和妈妈去旅游，也还没有过男朋友，她甚至还想生几个孩子。虽然小美说的这些很是感人，但对于变态杀人魔来说，扼杀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，比杀再多的人都快乐。可惜他还是跟其他反派一样，都喜欢在最后啰嗦2句。哥哥把杀人魔打晕之后，赶紧过来查看小美有没有受伤，并且告诉她妹妹已经找到了。小美的母亲也在赶来的路上，可刚跟小美交代完，假装晕倒的杀人魔突然从背后偷袭。见哥哥已经没有还手的力气，杀人魔竟然在洗了把脸后，转身朝着胡同外走去。他并不是放过了小美，而是要去截住小美的母亲，因为现在单单杀一个小美，已经不能浇灭他的怒火。他要让那个一直在碍事的哑巴彻底绝望。很快他就发现了小美的母亲。딸! 엄마 딸! 엄마 딸! 저기 있어. 母亲以为女儿已经受到了伤害，就在她要前往漆黑巷子时，小美突然从后面发疯般的跑了过来。匕首扎进肚子，鲜血瞬间流了一地。可让我意外的是，当2人分开，才发现小美捅的竟然是自己。杀人魔对此十分不解，不过很快就明白了过来。小美知道自己解释不清楚，所以只能用这种办法，让路人看清谁才是真正的坏人。这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优选择，毕竟聋哑人的呐喊是无声的。
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而警察也终于出现了。小美看着快要疯掉的杀人魔，向他比了个国际友好手势，点燃了他心中最后一把怒火。变态杀人魔终于死了，小美也终于敢昏睡过去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很多人看完都在说是烂片，不过我觉得，如果站在聋哑人的立场，其实就能感受到情节是多么让人惊恐了。危险近在咫尺，却听不到，也意识不到；置身在车水马龙的街道，却无法向任何人求救。难道它不恐怖吗？而这种恐怖，你在经历吗？